大家好，我是 Tiny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工具的一个使用教程。这是一个 HIP 的一个转换，它能够将虎迪尼的那个限制商业版跟教育版的文件转换成 FX 版，包括它也能够将这个格式的那个资产转换成那个无限制版本，以及它有一些那个黑盒解包的一些功能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你拿到手之后，它可能会需要激活，所以你在这个关于这个里面，然后你将这个机器码复制交给我之后，然后我会给你一个激活码，然后你获得之后激活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使用了。所以它这个会绑定你的这个电脑，但是它是没有一个使用期限的。然后你打开的话会有两个使用说明，然后第一个就好像很简单了，就是它会将一个 HIP-LC 的一个文件转变成一个我们说的 FX 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工程，然后它的格式是 HIP-LC， 然后它是这个样子，你看到。它是这样一个效果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来使用一下，我们找到这个文件，然后我们把这个 HIP-LC 你可以直接拖到这里面来，然后点击开始转换，它这边会显示成功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再打开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进入那个渲染看一下，你看它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包括我们你看Ctrl S 一下保存，它也是一个 HIP 的一个格式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说把这个 OTLC 也转换成这个非限制版。你看这边我有几个 HDA，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把这两个转变一下。我们先进入虎迪尼看一下，它本身是会进入到一个限制商业版。一个叫 random copy， 对吧？你看它会进入到一个限制商业版，包括我们现在保存，比如说随便保存到桌面，你看它会变成一个 HIP-LC， 说明它这个就是由于这个工具的原因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工具叫做 Group， 看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，也是一个限制商业版，就是英典版本。然后我们来操作一下，我们将这两个直接拖进来，然后点击一下开始转换，你看它就已经显示转换成功。然后我们再将这两个原本的删除，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虎迪尼当中，然后我们使 random copy， 你看它现在就不会显示进入到这个英典版本。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group， 好，这样一个工具。这工具它是演示一下吧，简单演示一下，对吧？它也起作用了。包括我现在保存到桌面，注意观察，你看它的格式也是一个 HIP 的一个格式。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两个功能。然后后面的功能可能
这个功能呢，其实就是说，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工具啊，这个资产它虽然是显示的是 HDA， 但是它在使用的过程中的话，它还是会强制进入到一个英典版本，就是因为它内部其实有这样一个标记，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第三个工具转换一下，让它会清洗掉内部的一个受限的一个英典的一个标识。这两个就是可能大家用的不多了，将 FX 版本转换为一个英典版本。然后另外我要讲的可能就是这3个功能，就是有一些节点的话，它会做了黑盒，然后黑盒的话，它的是由于怎么说呢，就是大家黑盒的那个方式怎么说千万吧。然后我这边用我手头的一些资产做出了几个版本，就是因为它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你有的黑盒的这个工具，你使用一个是做不到的，你可能就要使用第2、第3个。但是我们最常规用的还是这个黑盒版本，我可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这个，你看现在这是一个黑盒的一个版本，然后我们使用方式1，我们做一下转换，然后我们同样也是进入胡迪尼，注意观察。就是它默认，注意它默认的话，包括上面的这些就是你如果不选择一个它的一个输入的一个路径，输出的一个路径，它就会在原始的路径上面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它是直接覆盖掉了嘛，覆盖掉了这个 grow attribute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使用到这个节点的时候，它就已经被解包了，对吧？还记得吗？一开始我们是没有解包的。它就是做了一个解包，然后这个的话，我先讲一下这种情况，就是遇到的比较多的就是，其实大部分 Blackbox 的一个黑盒的一些节点可以使用到这个方式去做一个解包处理，然后有一些的话你做不了的，可能是因为它内部有一个，我刚刚说错了，我刚刚应该是在这个界面，就是大部分的这个解包节点的话，你可以使用到这个方式去做一个解包处理，使用方式1。有一些的话，你可能使用这个方式1，它是效果不太好，有问题的话，你就要使用方式2。是存在什么情况？就是它可能就是你解开之后，里面有一个 solver 这种类似的情况，你就可能需要的是使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解包。还有一种就是第3种，就是我是拿我手头所有的一个资产做了一个测试啊。还有一种，你可能就需要使用方式3。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子啊，你看我当前有一个这个资产，对吧？然后现在的话，我是没有做任何处理，它是这样一个资产，它是首先它内部，我们说它内部的话，它是就是我讲的，它内部它有一个这样一个英典的一个标识，所以你在使用的过程中的话，你看它会强制进入到 HIPLC。我现在保存的话，你看它的格式就已经变成 HIPLC 了。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，HIPNCL 我们会怎么处理呢？我们可以首先将它做一个清洗，使用这个做一个清洗。清洗完成之后，然后它会在原路径，然后给它覆盖掉，对吧？注意观察这个时间。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入到胡迪尼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是 Coral， 对吧？你看现在我们使用，你发现没有，它就不会进入到一个英典模式，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内部的一个英典的一个标识给它清洗掉了。但是它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是一个黑盒节点，对吧 ？Blackbox 你双击是查看不了的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可以使用到一个第3个方式，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节点。现在我们清洗完了，我们再进入胡迪尼看一下。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语言的切换。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，我们使用到这个节点 ，Coral。首先它已经是没有这个标识，因为我们做过一次清洗了。然后第二就是你看，我们已经给它，因为它内部有个 solver，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方式3嘛，刚刚讲的方式3，是吧？
所以你看它现在就是既解包了，而且它没有一个硬点的一个标识。可以尽量去试一下吧，因为就是黑盒它的方式比较奇特，所以如果你发现哪个方式不行，你可以都试一下。然后后续如果你有新的一些节点，你发现解包不了，你可以发给我，然后我可能会就是我的后期会做这个软件做一个更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